你好，欢迎收看《新闻面对面》，我是谢仲。来，一开始为你介绍今天要请到的特别来宾，中编第一位新北市议员卓冠廷，5哥好，大家好；资深媒体人姚慧珍，大家好；政学教授范志平老师，大家好；右边为你邀请到台北市议员钟小平，大家好；桃园市议员被少将于本成将军，大家好；资深媒体人康仁俊，大家好。好，那你会关心柯文哲柯前主义这整个案，还有包括他因为要电子监控嘛，包括他现在日子到底过得怎么样？然后呢，包括在国内最近来讲的话，有很多的一些事情在发展中。国民党党主席的辩论，那第一场也已经举行了。那在辩论的过程当中，到底有什么一些火花？但看起来蓝白合是每一个参选人好像都要奉为圭臬的一件事情。那未来那钟小平到底该怎么办呢？那所有这一切，但一开始先来看一下，来冠廷是，如果讲到柯文哲柯前主席。如果从陈佩琪夫人口中讲出来那样，那真是悲惨世界啊！对，那个吃那个猪跟狗跟猫狗，哦，他只有讲猫狗哦，猪我家的，猫狗，对。可是他讲的样子也没有比较好啊，什么往下面挖，然后什么，我的意思就形容这个在里面是很不人道的待遇啦。不过特别要讲一下哦，因为这一题其实很好解。北检只要出来跟大家回说，这个我还是说台北地方法院啊，因为土城看守所啊等等，任何一个司法机关，我觉得有义务要出来跟大家讲，司法一视同仁。那没有谁有特别好或不好的待遇，然后都符合人权啊等等，让大家放心就好。那可是这个台北看守所北所发2点声明，老实讲，大家看的是比较不知道他的重点在哪里了哈。这特别讲这种事情，就是人家在对你进攻了。他形塑出来一个是柯文哲在里面受到不人道的待遇。可是我们大家都知道嘛，我们在江湖走跳，我们也有朋友被压过啊，我们也跑社会新闻也看过有人被压过啊，里面是一致的。那说真的，柯文哲到目前为止，我客观讲，在看守所里面的待遇，其实已经是备受礼遇了。大概几个点哈，第一个点，你看他形塑了说9个曾经跟他被压在一起的人，都是这个所谓的车手啊、社会底层啊，就代表你是被礼遇的。比方说我们在江湖走跳啊，有一些朋友被压啊，他们说他们最怕是那种杀人犯进来跟他压一起。然后他们说那个很有趣哦，杀人犯被要名人一定跟智慧型犯罪在一起，对，被打，对。然后他说这个我听有朋友讲哦，就是这个也曾经被压的一个朋友，他说就是当那个在被压里面的时候呢，下一个谁进来的时候，大家都会口耳相传，就外面的那个这个狱警啊，然后里面的那个同梯就都会知道。然后有一次就遇到我有一个朋友就有一次遇到。就是有一个连环杀人犯被送进来，几年前，反正就全部都很紧张。然后后来进来之后，发现他个头比我那朋友小半个头，他们才放心的，就是觉得说不会被欺负。我的意思是说，柯文哲其实就像小平哥刚才讲的，其实是比较是智慧型犯罪啦，还是说比较没有那种攻击性的。所以老实讲，你已经受礼遇了哈。第二个我要提的说，他这几年一直在吵一件事情，就是说他的电子脚镣，就他的电子脚镣很特别。就是他一告诉大家的讯息都好像是，哎呦，这个每天都会想很多次啊，早上睡到一半突然想啊，而结果这个我们看到司法机关出来跟大家讲，高检署出来回话，对，高检署出来跟大家说，这个12天想4次，12天想4次，客观来说不算很频繁吧？就3天才想1次啊。那各位观众朋友可能不知道，因为大家都没有被上就是电子脚镣过的经验哦，电子脚镣。其实很重要一件事情是它的讯号以及电量啦。那你就是符合要在有讯号的地方，以及你不要乱跑，然后你的电量要把它充饱。大概这几个要件满足，人家就不会一直3不时打给你。可是陈佩琪讲的都已经讲到这种，就是他们家都已经不关窗，也不敢开冷气，然后就把那个包括那个手机都要摆到那个窗户边，尽量去接那些讯号。讲白话文一点啦，某种程度是在讲说你们是要整我吗？让柯文哲睡不着觉吗？所以回来一个核心问题，我觉得他现在已经不是在讲说什么几次，因为几次已经被打脸了嘛。他现在在讲说几乎每天。对，他现在被打脸，那所以他现在的论述已经变成是进化了哦。小草们支持者论述也进化，就电子脚镣是一个不人道的。怀者，我后来就今天有闲来无事哦，我特别查了一下，电子脚镣是2019年修法之后，才把非性侵犯也大量可以使用电子脚镣。那当时呢，时代力量的立委黄国昌。全力支持，当时还有一番攻防哦，有人认为这是人权，然后当时他说，哎呦，这样的人都放出来。2019年还有一件事情，当时基隆法院押了一个嫌犯，9个月，不是押啦，就给他电子脚镣，限制行动9个月，9个月时间到了8个月的时候，他申请说，他现在都很乖啊，然后呢，希望说可以把电子脚镣给去掉，就一去掉之后，最后一个他就跑掉了，而且潜逃就不见了。黄国昌为了这件事情还开记者会啊。
出来谴责说，怎么可以让人家这么轻易就让电子脚镣就把它给解开？所以我觉得这个没有怪谁的问题啦。但黄国昌，这是你当年大力主张，认为应该用电子脚镣限制所谓的犯嫌被告的行动的。那你现在的民众党，现在的柯文哲他们现在出来讲说这个电子脚镣怎么样？我觉得都很 OK， 一视同仁就好。那今天你们就去修法嘛，你们就认为电子脚镣不 OK， 那当年黄国昌你干嘛支持？我觉得一视同仁，不要让大家觉得柯文哲有特权。可是柯文哲他现在一直在行塑的都是这样子的一个讯息。第三个我要提的事情是，时间点越来越关键。因为9月25号是北检可以提抗告的最后时间。那如果我们重新归纳一下，上一次北检提抗告理由大概就是说重要证人还没有调查完毕，交保之后证实他有跟证人接触然后对同案被告喊话，看来就这3点。可是无论是高院后来到了台北地方法院，对于北检这个说法认为不足，可以去压柯文哲。所以北检，我认为他们可能也在看各种的证据啦。老实讲，法之前就是这样。如果你们有充足的证据，认为柯文哲应该被压，你们就去吧。那法官也会有他的裁定，我不做任何评论。那可是时间点是重要的，因为9月25号之后，大概柯文哲就无敌星星了，因为北检就不能压他了。那柯文哲就应该，除非他做了什么很明显违反当时交保的这个协议的事情，那他大概就可以在外面跑。所以我觉得这几天北检会不会抗告也是一个关键。OK， 所以任俊，你看这几天柯文哲几乎都不讲什么话，但是相对来讲，陈佩琪的讲的所有的话一次比一次重，而且讲到某种大家有在讲说这个是在打舆论上，尤其你可以想象小小听到那些心有多痛。是。所以大家非常好奇啦，就是说，按照柯美兰的说法，希望一切就是回归平静去司法上面。但看起来，第一个黄国昌不断在政治的议题上面去跟柯文哲做连结嘛，柯文哲以后还会到这个立法院大家一起开会或干嘛的，两个主席跟那个立委一起开。然后现在还有一些的这个柯文哲支持者到处去举牌就强调柯文哲是这个无罪被司法迫害这样子包含陈佩琪的角色，因为陈佩琪是医师，过去大家对于就是说这个每一个人的身体健康的状况大家都会觉得就是说不应该去到处公布，但是配偶去公布这件事情，你也不能讲他不对因为我老实讲，这个你也不能讲说他的个人隐私。我知道有些人批评说柯文哲身体状况怎么好像搞到全世界都知道，而且是你最亲密的人就把它公布出来，但是你说这种公布有没有用？包含到说提到柯文哲一开始说什么回来之后啦这个什么语言能力好像是太久没有接触人群其实我问了当天有去接柯文哲，他们确实有这样的感觉确实有这样的感觉，因为他们其实也想就是在太久没有跟人群接触，那人突然这么多挤在旁边，有可能就是表达上面会这样。可是陈佩琪所揭露的越来越多的东西，跟他的身体状况是有关系的，包含到说。这个感受到柯文哲说一开始说有没有什么过敏体质然后又合并什么发作这样子然后感冒又特别严重，还一度有传出来说是不是有皮舌，然后呢再传说是不是因为在这个北所里面卫生状态不好或什么的。我看在网络上引发好多人讨论大家讨论就是说北所的那个厕所因为柯文哲如果是独居房，那第一个也只有他用。第二个可能很多人对那个不知道就是说北所基本上那个也不是一个马桶给你，它其实是那种蹲式的，不是坐式的因为它有很多上面的考量。那怎么样会去接触到也没你知道网络上真的讨论非常多因为诚如刚刚冠廷说的大概全台湾经过北所也不是只有柯文哲，有些人有类似的经验但确实您刚刚所提到的他的身体状况，其实如果把这个所谓的情感面先放一边。柯文哲的人一直不断的在诉求的不就是这些吗？因为不当的羁押，不断的用政治去干预司法，让柯文哲长期被羁押那个状态，导致到不只是在司法上面是可能无罪被你弄到有罪，还有一个是连我好好的身体都被你弄坏。这种情感上的诉求，老实说，我觉得是有用的。对于柯文哲的支持者来讲。司法判决已经是另外一个层次、另外一个世界了。那个等到什么时间点都不知道。但是柯文哲现在身体出状况，是现在进行式。所以您刚刚特别提到说这个北所的回应说实话我也很认真看了一下，这个念给大家听一下第一，
本所依规定供应全体收容人饮食，并视用餐人数与习惯、食品卫生及种类，使用适当不锈钢皿具来盛装。请问这句话的意义是什么？柯文哲是羁押禁见嘛，他就只能一个人嘛，这句话就他就一个人啊。请问是用餐人数跟习惯、食品卫生跟种类这些，他想要表达什么？不知道。请问是用餐人数跟习惯、食品卫生跟种类这些，他想要表达什么？不知道。第二个说因为刚刚这个各冠廷有提到嘛，说因为你那个要从下面一个小洞这样子放进去。这个人叫诸葛亮啊，临表涕泣不知所云。是，加一分啊。他现在讲说北所，我觉得说不要说有没有经过北所啦大家看过电影也知道嘛，电影都有演过嘛。总不可能跟套房一样或者是5星级的饭店有一个人叮咚叮咚，然后推个餐车进来打开给你看说，不好意思，这是你点的菜，也没有嘛。一般来讲，其实它就是有一个小窗。那至于这个小窗的位置是在上面还是下面这个当然可以被讨论嘛但北所回答了一个，就是说设防送入口的位置是因为受到既有影响。我觉得他大概想要回应那一个，说我们都从下面这样放进来，因为他直接说像猫狗喂食厨余。对。那我其实觉得就是说，他监所的环境，我讲，其实很多人看电影会觉得，就是说他可能是在门把的旁边有个小窗，或者是在这个不是在门，它就是有一个小洞就是在墙壁的地方有个小洞给你放。他就回答说，我这个是为了兼顾收容安全跟健康，持续维护卫生环境卫生，还要规划提升收容品质，以保障收容人的权益。我真的必须讲，这个大律师对北所了解应该比我们所有人都多嘛北所早就人满为患了。那根本不是你有没有要去这个什么收容品质这些，那不是你可以控制的。因为我们其实有时候那个监所关不下的，也会放到北所去的。就是说这个整个回答之后，会不会让大家外界会觉得，对啊，陈佩琪其实你们讲的是对的。柯文哲确实因为这些环境做的搞到变成这样。我在想北所其实是想要回应，就是说，好吧，我们现况真的是有这样，那也可能真的就是从下面就是放。但你除了这种回应之外，老实讲，大家更关心的是柯文哲身体状况是不是因为这个环境造成他不好？我认为他会连带会觉得，那其他收容人呢？其他收容人会不会也会有这种类似的状况？所以当你回答这叫公关式的回答，不痛不痒。我真的讲就北所这个回答，我好像我看完了，我不知道你真的想表达什么。陈佩琪已经成为另外一个柯文哲最贴切的代言人了。但慧珍现在看起来有一个现象是，不管是柯文哲或陈佩琪，只要讲任何话，哪一个单位敢不回应？对，你告诉我哪一个单位敢不回应？而且只差没有说限时回应。那回应的好与坏那是另外一回事。但你会发现他们的用字遣词出来翻成白话文，柯文哲受到了政治迫害，然后被执政党恶整，连在看守所里面那个待遇什么的降下去。然后你每个单位也不能不回了以后呢，你也不知道人家讲的是这么直接的猫狗厨余，然后你也只能回一些官样的文字，他就会这样。可是相对来讲，这个风潮一路往下，你告诉我未来现象会是怎么样？我觉得当然现在就是柯文哲不方便多讲话，不方便大声喊冤，因为在上一次出庭的时候被法官给稍微的制止了一下。所以呢，我觉得这一阵子，然后当然刚刚有开玩笑讲嘛，也许3-4天之后，他又变成一尾活龙了。但是在这一段时间里面，热度不能降，流量不能降，关注不能降，所以才会变成是陈佩琪出来。我们就讲那个电子脚镣，电子的那个监控系统，其他人也都出去啊。对不对？那个殷小薇也是这样子带啊，沈庆金也是这样带啊，人家有发生过这么多奇怪事吗？没有，就你们。那现在12天4次警告，12天4次警告之后，他就跟你说，一次是因为电量过低，另外3次是因为好像是离线。结果他现在跟你讲说，那一篇写的有够长的，我们都不敢吹冷气，我们怕吹冷气，然后因为窗户要紧闭，然后就离线了，然后你们又要开始，你们家那个离线不离线的，跟外面窗户装不装冷气应该开不开没关系吧？
那看拖个 hacky， 然后第二个，我们都这个3、4点，我们都熊猫也不能睡。好，那现在用6点，听说今天最新的变成6点，6点之后又说啊，也不是知道是不是为了凑整数弄个6点啊，但是事实上6点我们一样也是睡不好啊，两个都分啊，不然请问你到底要几点？你有是 morning call 吗？跟饭店讲 morning call 8点还是9点，然后扣我起来，要不要干脆连你的早餐都帮你买好？这是你知道，让人家会觉得。他们到现在这个态度是什么？完全不认为自己是因为涉及重罪，然后是因为交保，所以才在外面这样。他们的心态到目前为止还是一副你就是故意要入我于罪，我没有觉得完全自己可能也要背负一点责任，所以当然，他不断的去强调这一种身心俱疲，然后心灵受创，然后司法破坏，一层一层一层堆叠上去。如果说以刚刚提到的就是看守所这样子的回应，我跟你讲，有一些人搞不好会觉得，你说你看啊，都丢啊，用胆的啊，起告赶快啊，用那个小进来。可是必须要说，这个不是只有就一视同仁那。不用铁盘，为什么用铁盘？因为担心，如果你今天是用瓷器的盘子，其他的你会摔破，摔破之后你就会瓷器一定不行了。对啊，你就会，那不然还有什么？你就算铁的也不行啊，你如果是有尖尖的那一种也不行啊。所以为什么那个收容所会有这样的盘子？是有它的安全考量，但是他现在都没有跟你讲，反正他现在就变成是你只要不合我意，全部都是赖清德的问题。然后他所有行诉出来要干嘛？其实就是司法破坏。那你说这一招有没有用？其实我觉得讲久了，可能搞不好还真的有用。但是我只是想问一下，就是说他不是有讲嘛？他说柯文哲在看守所还睡得比较好。我也可以理解为什么他在看守所睡得比较好。你要知道，阿某两个人困这会，规刚有人在脸书上讲你哪里不好，讲你哪里不好，讲你不好。如果冠廷今天如果是你的那个娇妻一直在说冠廷怎么头皮怎样，然后肩膀怎样，然后可能最近水果少吃，所以什么又怎样，你会觉得不舒服吧？我太太，不会，都听他的。有没有感觉？有没有压力？有没有感觉？有没有求生欲？非常，这个就是对，一定要这样子讲，求生欲，所以会有压力的，就会有压力啊。就是说，你今天已经让人家会觉得，好像连一点点的那个都不给他，就是隐私都不给他。那他当然，他牺牲所有隐私，换了2个目的：第一个司法破坏，第二个就是持续关注的流量，让大家对于这个议题持续关注，持续关注。才是他认为才是让柯 P 的一个影响力不散的最重要关键原因。可是如果真的比起来的话，压力最大的小平应该是你吧？对，对不对？对，尤其现在看起来，国民党那个党主席选举辩论，每一个人都要蓝白合，然后还有人直接大辣讲，以后像那种什么被见缝插针的事儿就少做啦，什么所有这些。可是你在节目也讲过，你就是台北市议员啊。对。那怎么办呢？那监督市府，包括所有这些，那以后到底大家还要不要干这些了？他们也在切香肠。我说部分小草怎么说？他们希望由国民党的大人说出或公职，柯文哲是清清白白，可是要弄清楚啊。国民党有人讲吗？目前没有，我看目前没有公职，4亿元以上公职人员没有看到哈。罗志强好像。我想是说平反委员会了，并没有说清清白白。好，那这个一路下来哈，他一审呢，我认为会被判有罪，看判多重。他一定有罪。好，我的个人你觉得我对司法的见解哈。然后呢，我们现在是不可以说帮他背书他是清清白白，可以说怎么样呢？他被羁押很久，基于人权，可以不要把他关1年这种事。其实北检也有强大检讨的地方。请问你柯文哲，我们刚揭发这个案子的时候，相信他清清白白大概50几，不相信他20几，不相信大概50几60。那基于第一个关很久，那第二个北检很重要，就是《镜周刊》的泄密实在太多了。我不要说一定是北检，嫌疑极大，好不好？那我在你的节目也很多节目会提到说，那如果做一题。清清白白的，现在48认为他不清白，38认为清白，但我认为一审判有罪以后，认为他清白的，我认为可能30降到20，然后这边会升起来，来回还有，就法院的判决，某种程度你觉得还是会对一般民众有影响？有些人搞，还有一个没有表态的，
因为这种表态率80几90才合理。40加30是70，还有38没有表态。当被判刑的时候，除了40会升到50，30会降到20，那这边还有10会到认为他不清白，可能会到6，可能会到差不多60比20的一个概念哈。那再回到我刚揭发这个案子的时候那个概念啊，然后现在啊，可现在现在部分小草跟你讲哈，攻击我不算什么，连柯美兰都攻击。现在他们最爱是陈佩琪哦。柯美兰是跟那个柯文哲是有血缘关系啊，对，同胞的这个哥哥跟妹妹，但他是姻亲，当然他们夫妻感情很好，可是有血统关系的那么近的柯美兰都被攻击，所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分析，我们观察一个政治啊，请问你第三势力最大是不是白？没错吧，蓝绿以外，他们除了支持柯文哲以外，更大的票是讨厌蓝绿哦。特别是绿哦，被柯文哲训练，所以他们第三势力对蓝绿的攻击，特别绿的攻击啊等等，只要有理由，他们一定上街头，他们从此乐此不疲。连我相信柯美兰爱柯文哲超过小草，你们同意吧？莎莎妹妹嘛，可他都被攻击哦，所以政治已经就是因为柯美兰说了什么，就让他回到那个安静的生活，让他不要随便上街抗议，干嘛，就大家暂停一些抗议，就因为这个样子，柯美兰都被这样失控了，你知道，这是一种第三势力的部分的社会现象已经出现了。其实这个是很可怕。好，我再一次在节目提醒一下，蓝白合是大的方向没有问题。好，然后这个郝龙斌，那谢谢正传媒还给郝龙斌一个公道。窦娥冤比窦娥还冤，他的小草支持度是高的，是好不好？是在2、3之间，他的整体全国支持度是第1名，还赢赵少康，所以他是一个有威望、有中道、有历练的人，他是适合当主席的人。所以大家以为啊，小草你就是0嘛，怎么有谁会支持那个郝龙斌？也不低嘛，看起来。所以你不要以为小草都是走偏锋，对，也有中道的小草。你不要以为小草都是走偏锋。对，也有中道的小草，所以整个事情下来，我觉得啦，一审判完以后才会有一个了结。拿每一个这个我们的主席候选人有空的话，去头条看看蒋经国啊，这个也蛮有趣的。OK， 小兵，再问一次啊，现在回头去看，对，会不会后悔当初揭发这件事？因为我是一个被议员耽误的邮差，你每天都去按那个邮差，然后去按那个控告里。不会，我觉得。我算是我是中华民国派，对，然后我大概是长久这个上你节目10几年来是唯一最反共的国民党的。我为什么反共？我反共是看人反。你江泽民跟胡锦涛对我们好的时候，我们干嘛反？哪个习近平对我们挺不好的？就是9·2共识废成1国2制方案的和平方案。所以重点是中华民国派。然后呢，我是一个比较中道的国民党，对不对？好，所以我觉得我走中道的路线，我认为这个才是康庄大道。在做人的道理跟我们问政的风格，我会一直走下去。如果让你再回到当初那个时间，还是会揭发，你还是会揭发。哦 ，OK， 因为我很坚持这个土地正义。这样子才官商勾结，动不动我先不谈犯法，也不谈清清白白，动不动就120亿给财团，尤其给沈庆金这样财团，我不答应。如果万一要蓝白合，拿你记起。后不后悔？那我就改成那个，我就是钟小平变成吴凤，是不是？好，那无缝接轨，好不要见缝插针，好不好？不是啊，对，我觉得不会，你觉得不会？那真的要记起，我也没办法，那就求仁得仁嘛，对不对？是不是？来，将军，那当然小平也讲，那蓝白合应该不至于拿到他要记起吧，因为他是一个议员。但是现在看起来有很多事情呢，连包括我们那时候讲说，黄鸿昌、白银那时候不是要修刑诉法，把勾串的那个是不是羁押要件把它拿掉？那时候大家讲说，不是，连那时候包括连检察官系统也有人出来直接投诉讲，怎么会是要改这一块？但是现在看起来，会不会未来真的会去改这一块？而改这一块的话，当然单以一个白银不可能改嘛，不可能。那个绿营已经说，绿营不可能会去支持改这个嘛。对，那蓝营呢？是。这就是考验蓝白合的核心价值不一样，因为其实蓝的跟白的各有他推的核心价值。现在黄国昌力推的要修刑诉法，那很明白嘛，就是不可以乱羁押，不可以用串证串供来羁押，这个不可以这样羁押。
国民党同意吗？国民党同意吗？我只讲嘛，国民党里面反诈大将最反诈骗的就是徐小新，他恨死那位杜姓的这位先生。那这个杜姓现在被押18个月，他已经要2审了，还在被押，为什么？那可能会串证嘛。那如果徐小新好，我同意，杜就放出来。我想杜如果放出来，3餐加宵夜一定打徐小新，一定打。他恨死他，都说我要徐小新叫我认罪的。那你认为徐小新会让这个货色？你说的打是说在舆论上打，不是真的打。对，舆论上了，他不会真的打他了，就是舆论上就攻击他嘛。那你认为徐小新是一个打诈先锋、恨死诈骗集团的人，他会同意这种人放出来？可是如果他跟黄国昌一起压下这个就放出来了。所以我讲嘛，国民党对于民众党推的这个所谓的刑诉法的修正，他们最好的方式就是比照这个民众党，弃权吗？对，就不投嘛。因为国民党又有要推，国民党不是要推年金的吗？那黄国昌不是跳出来讲年金啊？我告诉你，我们会当一个忠诚的反对党，所以呢，我们不会同意，不会同意，那叫做打假球。你真的要当个忠诚的反对党，你就投反对，你就投反对，你弃权叫什么？叫放水嘛。可傅昆已经讲了，他们预估可能白银会投弃权，所以他说会一票险胜。是，对不对？可是白银弃权跟蓝银弃权那完全不一样当然啦，白银弃权叫无关痛痒，反正我还是会赢。那国民党还是一样可以跟他的群众交代，过关了。那如果蓝银弃权呢？蓝银弃权那叫做废掉了8票，你知道吗？你蓝的如果说我们不投，我们都不投，不要投，我们跟你一样年金你们弃权，那这个刑诉法我们也弃权。你各位你认为这种意义是一样吗？黄国昌虽然会叫，可是他不是笨蛋，他很清楚，我这样子弃权叫打假球，你们这样弃权叫害死我们，你根本不会让我们过。但将军，你看好这件事情，刑诉法要不要修，把勾串的这一块要变成羁押要件要拿掉？黄国昌一定也知道这一块如果拿掉，一定会有包括一般的民众，因为大家都很讨厌诈骗或者是这些，那一般民众也会对这有意见，会，但黄国昌还是要推这个。对，显然他知道这一块，因为阿北被羁押，所以这一块在小草或是在很多他们的支持里面，都会觉得这一块是一个不正的玩意儿。是，所以他会要这样，他是个聪明人啊。对，聪明啊。对啊，所以他知道一定是因为这样，不然干嘛要推？黑锅谁背？国民党背啊。那国民党背啊，你国民党既然要蓝白合，你就给我同意。这小草的想法就是这样。可黄国昌想到的是个人的政治利益。我一定要推。但是推过了，他自己是法律人，知道这样不对。那他知道国民党一定用弃权的方式来表达他们的意念，那就没过。他就跟小草讲，我们都推了。国民党玩假的，他就不支持我们，所以我们就过不了。所以阿北这个冤狱，这个难过的事情怪国民党。那还怎么和啊？我讲国民党怎么和？国民党现在选党主席，大家发现因为这个礼拜国民党党主席大家比较重视，原因是因为卓伯源去闹了一场，对不对？去把那个牌子推了半天推不倒，然后几次这样闯都闯不进去，大家才发现原来国民党选党主席。可是国民党党主席，你发现只要选党主席的候选人，永远要提几件事：第一个，我要挺柯；第二个，我要支持白的政策；第三个，要蓝白合。叫挺柯挺白蓝白合，跟以前和平奋斗救中国不一样。要挺柯挺白蓝白合。那你想想看，这到底是选的是国民党主席还是民众党主席？不知道他选主席的时候，挺柯文哲讲的是尬天响，骗的，哎呀不得了，我就是要支持柯文哲，支持民众党。可讲完之后呢，你们选的居然是国民党主席，里面不停的谈蓝白合。第二个，国民党讲什么？我们要集体领导。对，我们集体领导。我们当选党主席之后我不会做任何决策，我要集体领导，那不要选党主席了嘛。就产生个顾问团就好了，不要选党主席。而且他说，我这是谁？郝龙斌讲还是谁讲的？他说我们的集体领导我会聘一个顾问团。郝龙斌讲，这个顾问团里面会有这个顾问委员会，以委员会的决策为准。那请问中常会要干什么？国民党不是有个中常会吗？中常会是由党代表选出的中央委员，中央委员再产生中常委。中常委就是最高的决策机关啊。既然已经有中常会，你不理中常会，你去搞一个顾问委员会，到底谁为准？所以这还没当选就产生矛盾。第三个，郝龙斌说我要留下朱立伦的这什么莱尔校长团队，然后这个是什么公共财，就是先要拉朱的票嘛。然后最后一点我觉得最有趣，他说我们2026我们要做一个这个联合的跟民众党的联合的小组，刚好黄国昌也提出来，黄国昌说什么？我们要成立一个联合政府研究小组。然后我们以后的候选人要做公平的民调，民调过关之后强的出来，
请问这民调谁推？这国民党有国民党的民调，我当过党部的主委哦，那时候桃园市长要做初选的民调，我们党部提供了5家民调公司，让3个候选人自己选1家，3个候选人自己选咯，都自己选的哦。选出来民调公布以后，没有一个认账 ，OK， 只有1个认账，赢的认账，其他输的都不认账，就说你这乱搞，那个党部乱搞，你这不公平。国民党自己关起门来选举的民调都会这样叫，你认为跟民众党跨界民调，民众党会认账吗？那如果民众党那个求证民调调出来之后不得了，是民众党的人第一，国民党要不要认？不是，可是现在看起来的话，刚才讲到，就是国民党在未来，因为大家都看到数字嘛，蓝白合看起来就是胜利方程式，所以一定都要每个人都要言必称蓝白往下走。但是光一个白银，光一个柯文哲，包括陈佩琪夫人最近所讲的这些话，但范老师，某种程度我们可以讲，因为什么这些机关全部都要回应？因为大家知道，如果不回应，那接下来就是铺天盖地的，可能包括小草就会直接这样，包括刚才讲那个羁押的那块，黄昌教授刑诉法，刑诉法的那个勾串要不要是羁押要件，当然应该要严谨认定，但不代表你就要把它给拿掉。可是这些所有的这一些，现在看起来的话，刚刚讲到连柯美兰可能会被出征。这2天还有一个新闻是赖清德总统到那个宜兰嘛，对不对？宜兰女中那儿去，也有被出征。现在反正就是动不动都会被出征吗？刚才小平说他可能会变成吴凤，因为我们本节目很多年轻朋友以为吴凤是那个土耳其的一个台湾发展艺人嘛，网红艺人，那个人不穿红衣服。小平讲吴凤透露他的年龄了那我们小学念课本嘛，因为吴凤是这个在原住民那个地方当通事嘛，当时原住民有这个除草的习惯，他为了要遏止告诉他们不要，就自己假扮说以后你们去设一个穿红衣服的人骑着马那个人后来是吴凤牺牲嘛，为了要解除这个，但这个陋习他就牺牲了。我上你节目桃红色衣服收到橱柜里了。你下次你可以穿，你圣诞节可以穿了，圣诞节公公。但是后来也证明那个故事没有是假的啦，对，所以先解释一下不过我觉得陈佩琪真的是一个被医生耽误的作家呢。他很喜欢写东西，而且都写蛮长的，肉等，是不是因为已经退休没事干了，就写很多？可是他写的东西，我觉得这个逻辑看不太懂。他说我们都不敢开窗户，不敢关窗户吹冷气，怕这个什么那个脚的那个电子脚镣这个讯号会这个收讯不良。需要你关窗户跟那个电子脚镣收讯有什么关系？然后因为他有一个手机嘛，难道我们家里窗户一关，手机就没讯号了吗？那这样子，他就说我们这个柯文哲每天睡觉脚都放在窗户旁边，这样讯号比较容易接收，是要这样讲吗？我就觉得那个很奇怪，就脚敲在窗户里边。对啊，这样子比较好接收讯号啊，因为他不敢关窗户，那把脚伸出去好了，脚敲高睡消除疲劳，而且这样而且身体好，那脚抬超过心脏，然后还被另类瑜伽。好了，还歪了，你自己也会受不了。我发现周长平比我更歪，真是那个外号叫比萨斜塔，真是歪成这样。好，但是我觉得他很多的说法都他泄露了很多柯文哲的秘密。他说他得了什么 HPV， 他说可能是做马桶。HPV 的中文是人类乳突病毒，他主要的接触管道只有一个，就是人与人的亲密的接触才会这样子。它主要的接触管道只有一个，就是人与人的亲密的接触才会这样子。那难道而且它的这个发病如果在某个器官上，那个俗名就是一种花大家去想什么花什么樱花什么花去想然后因此呢是一个不太好的事情嘛。那你怎么把它讲出来的？对不对？想说他得了 HPV， 那大家就会说，他是跟谁？他讲出来就是因为他对柯文哲这方面很有信心，不会是因为那些事儿，所以一定就是在北所里面，然后感染到，他一定就是这样嘛。可是我查过 HPV 的感染途径没有坐马桶
没有，唯一的就是人与人的紧密联系。有啦，你如果去健身房，那个脚有伤口的话，健身房有人有的话，你可能会不小心踩到，那个有过啦。有，这几率也蛮低的啦。对了。那所以我觉得这个有点越描越黑啊。所以我觉得柯美兰为什么要说什么他屁股有什么陈佩琪啊，说他臀部有什么疮啊什么东西啊，然后还用手机把它拍下来。我不知道他们这样是不是在增加那个闺房之乐啊？但是就觉得他为什么把这些很隐私的东西全部讲出来？那我觉得对柯文哲来讲，到底目的为何？大概就是让大家觉得说，范老师你要倒过来讲，对小草对所有支持者来讲，连这么私密可能产生这样的伤害，我都愿意让你们知道，就知道我受的痛苦，我受的折磨，有多夸张。对，执政党整我整成这个样，我讲白了那几个字翻译成白话，就是政治迫害再加恶整。对，我想陈佩琪要表达应该就这几个字吧，对，应该就是这个样子啊。所以连这么私密的地方，我都不避讳让你们知道，你们就晓得那痛苦，还有当时的那些到底有多难过。对，就是把阿北塑造成就是一个政治犯嘛。对，那感觉好像是陈佩琪在里面坐过牢一样，好像不是柯文哲历历在目哎。他们是每天晚上柯文哲都要跟他讲这个里面的状况啊怎么样？不是怎么会那么巨细靡遗嘛？然后他说那个他说他们是吃饭要跟这个什么，好像吃那个喂厨余，喂厨余，没有错啦，因为我们知道那个我们因为要快速嘛，因为我们看守所很多人嘛，他就是把菜跟饭放在一个类似不锈钢的铁盆里面，那多少会有一些混杂啦，就是要说是厨余。这也太过了吧？那难道以后我们这个看守所上菜那个管理员说先上前菜，好放上如果猫狗吃厨余，我就叫动保处去抓人开罚单。厨余是猪吃的，不是毛小孩吃的。他没讲猪哦，讲猪就变喷了啦，对不对？这讲的那么难看厨余就是喷的，就才叫做对类似了吧？对不对？就一步之遥了嘛。那难道未来我们要每次都先上前菜，再上汤，再上主菜？这样甜的，因为你在吃什么5星级饭店了，不可能嘛，食物上不可能嘛，所以它一定会有一些混杂在一起。那因为我们要效率快，要赶快让受刑人能够先吃到，所以我真的觉得说做这些铺路，那也然后现在连这个看守所也要出来解释讲半天，所以我觉得他现在就是带风向，然后搞得大家这个团转啊。但是我们看就是说，他那个检察官抗告是到25号，那没几天嘛，应该剩4天左右，剩4天左右嘛。4天之后，我相信柯文哲就开始变成吉贝瓦林了，因为他没有压力。你觉得他是刻意不讲话？但刻意不讲话啊，因为上一次的经验，对他的确有被吓到，那现在就变成是这个就陈佩琪当了发言人嘛，那但我觉得4天之后，柯文哲的确他就会重出江湖啦。但是我就觉得现在真的这种柯粉真的已经变成宗教化了啦，真的是宗教化了，就是粘着度很高。攻击性极强，因为我觉得中间草有些已经跑掉了，那现在就是不离不弃的柯粉。那我觉得陈佩琪写这些东西也在凝聚他们，但是我觉得你看，就包含像攻击性，像连赖清德去南洋女中视察，暖心的这些举动，他就是跟学生合拍照嘛，蓝白粉也是一直骂他，就是出征谩骂嘛，所以我觉得已经到了极不理性的一个程度了。好，那我觉得。反正就柯文哲他自己也讲嘛，这些大家当初给他的政治现金，他认为都是我的钱啊，对不对？你不管是这个1500的这个审讯金的1500或者是什么，都是我的钱，因为对他来讲那就是什么？那就是香油钱嘛，香油钱没有在开收据的，香油钱就是你就是我收多少收多少嘛，但是这种是个很错误的一个比拟，所以我觉得连柯文哲自己也变成是教宗，变成是教皇，那我觉得这样子的民众党，但是我觉得。刚刚讲过，蓝白这次这个蓝白合，现在俨然是这次国民党党主席的主旋律嘛。连郝龙斌，他过去是一直骂柯文哲的，对不对？他也说这个那个历史那一页翻过去了，我们要看大事，不要看小事等等。所以我觉得连这个郝龙斌过去是对台制关爱最质疑的，因为他当过市长嘛，他当过台北市，他是柯文哲前任嘛。我认为他可能也有受到审讯金相关的一些压力啊，又有人来关说他拒绝啦。所以他是最了解这个相关案子的嘛，连他现在都撤手了他都说要跟柯文哲要保持要碰面了嘛，所以我觉得目前看起来这个柯文哲的确成功的操作。但是刚才范老师讲说，像包括赖总统到南洋女中去那块，冠你其实大家经历过，还记得吗？2014年柯文哲刚当选，那个时候的柯粉
大概连在台北市议会，议员大概都不太敢质询什么东西，因为只要问了，大概就会是一片。只有新潮流的几个科黑，徐淑华这些人敢问，那已经是大科黑。我跟你讲，那个时候谢系跟他是好的要死，那时候真的很红，那时候是绿。可2015就变两岸一家亲，那就开始动他了。对，那然后后来大家也经历过韩粉一段，但是到了现在又到有很多人讲说，为什么还是要这样出征呢？就各言而至，你支持你的，你去挺你的，你爱你的人，大家就各自爱，不行吗？没有不行，因为现在的柯粉确实极端化。就是说，因为这几个月甚至说这1-2年以来。柯文哲的粉丝，甚至后来黄国昌的粉丝，其实已经有人比较极端的讲说叫邪教化了，但我比较想说就极端了，就是说今天每一个公共议题出来之后，其实大家就是理性的讨论嘛。比方说柯文哲，当然大家国民党切的点就是他不去挺柯文哲是清白，不去挺柯文哲没有贪污，可是他们去讨论的说，羁押这么久是不是当？我觉得国民党这切法我还可以接受哦，大家可以来讨论。可是柯文哲他们现在定清清白白是什么意思？就是柯文哲没贪污请问目前所有的他们最喜欢讲的客观事实是什么？那个飞轮300万，然后那个1500，然后 Excel 档，然后这么多人作证都有拿钱给他，然后都没开收据，然后有一些是捐给那个民众党的，然后最后变成自己用，然后起诉书里写说捐给柯文哲、捐给民众党的钱变成他儿子柯富尧拿去买股票，就以上这些事情都不是我讲的，都是客观事实。如果这个事实有错，你就出来跟大家讲说没有，柯富尧没有拿去买股票，没有。柯文哲没有拿那300万，没有。柯文哲没有拿这个钱，可是今天没有，现在柯文哲没有是他们没有跟理性讨论这些事，所以其实更极端化。我要特别提就是宜兰这个事情，南洋女中，这个事情是不该发生的。我先讲，我小时候，也没有小时候啦，就是还年轻的时候啦，马英九当总统啊。有场合遇到马英九，大家也跟他合照啊。当然，我们不同党派立场的，不是总统名人。你在学校，在大专院校啊，我那个时候刚好是经历阿扁跟马英九的交界，就我毕业前后那几年，那这是正常的事嘛。今天南洋女说这状况怎样？就是他们在防灾嘛，演练嘛。那总统去视察，去了之后，其实赖清德总统是很有礼貌的，我觉得看得出来他的那个家教跟风范。他现场学生说：“总统可以给你拍照吗？”大家注意到那个小细节，赖清德的做法是问老师说：“老师，我可以跟他们拍吗？”老师如果不行，上个时间那就不行。老师说：“当然可以啊。”学生用冲的到前面，然后跟赖清德拍照。不过小草们，你不要觉得这个就是什么多爱民进党，那这是总统到学校，大家跟他拍很正常。网络上把他全部打成什么？什么青鸟啊，从校园就开始栽培青鸟养护所啊，从小时候开始栽培啊，然后说什么我们在给他们洗脑啊，然后等等等，然后开始讲了非常不堪入耳的话，在形容这些女性的学生，我都有看到，我不想讲，这没必要啊。这件事情，我五个最后回来的问题，这个风气怎么造成的？政治人物造成的，政治中有责任跟义务要跟支持者讲什么事该做，什么事不该做。可是当过去这几年来，柯文哲的粉丝，乃至黄国昌的粉丝，在这样羞辱无关的人的时候，他们政治中没有出来跟大家讲说，请不要这样做，然后导致这个情形。OK， 来，我刚突然想到，就是陈佩琪他现在其实就是在进行一个卖惨。那你知道像我们这个所谓现在有一些网红啊，有很多不同型的网红嘛，有知识型网红啊，什么型网红啊，说故事的啊，很多的不同的卖知识的啊，然后或者是说卖高端的啊。当你一个网红已经沦落到卖惨的时候，就代表说事实上你已经其他的已经没有太多的搞头了，你只要开始只能卖惨。那放在柯文哲这跟陈佩琪身上，我也觉得就是说，从以前过往他们是知识分子啊，一心啊，台大的啦，然后救了很多人啊，然后慢慢的，然后有这个贪污的这件事情被查，弊案被查，其实弊案被查你就说明清楚，你就等待判决就好。就是他们怎么会变成是要用卖惨，而且那种惨不是只有说我现在状况不好什么，是把你五脏六腑恨不得扒开来，然后来卖惨。就是说，我觉得这个已经是到了一种，我觉得这两个他太太陈佩琪跟柯文哲，如果说真的，我认为会有所谓的比较严重的身心上健康问题的，其实应该是陈佩琪。他变成要用这样的方式，然后来维持这样的热度。可是由此也可知道一件事情，他们两夫妻某一种程度，其实我本来会觉得说他们可能就是说就等判决啊，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可是当他已经卖惨到没有
极限，或者是不断的在探寻极限的一个情况的之下的话，我觉得这显见，不管是柯文哲或陈佩琪官司。对，确实对他们造成很大很大的一个影响就是说，包括陈佩琪好了，他的不明财产的这个罪，是不是有可能是下一个侦查的目标？我觉得对陈佩琪来讲也是一个很大压力。但如果你真的要讲的话，那蔡譬如说，那柯文哲接下来去2026打台南啊，对，他直接说蔡譬如直接说打台南，赖清德本命区嘛，柯文哲现在都已经形塑成这个样了，如果他去打台南。当然，国民党就要看那个刘盖先他要不要礼让，蓝白合柯文哲去打台南，内仗就等于是先做民调嘛，然后对嘛，但不管怎么讲，光他到那个地方去，你想想看，那个整个画面或故事性有多强啊！光他到那个地方去，你想想看，那个整个画面或故事性有多强啊！事实上，我觉得台南虽然它也是6都啦，但是如果说你要叫柯文哲去打台南，我觉得你应该建议柯文哲去打台中，就是新北跟台中嘛，就是有蓝白来谈。你是跟江启臣有仇吗？没有，我是站在那个蔡壁如的角度来想。本来就是这样子啊！你2026年决战中台湾是决战中台湾才是关键点啊！就是说，你说好这样子好了，柯文哲能不能选上其实不重要，但是只要柯文哲出来选，是不是江启臣就很难上？那如果我是蔡壁如，他出来是让那个何清纯当选，不是啊，就是跟他谈啊。那你新北要不要让我们黄国昌嘛？你要绑在一起谈啊，以战逼和，对，以战逼和啊。你要不要让我们？你要不要哪一个不让给我们？对不对？让新竹，拜托新竹不用你让，我跟你讲，他们也会，而且那个高虹安是自成一局了，跟整个民众党的牌还不一定。所以如果是蓝白合，我如果是要谈那个他们民众党的人，我要跟你谈蓝白合。那要不要讲清楚？你到底那个清北要不要让？你不让，好啊，我自己柯文哲，我就是弄台中，我不一定可以选上，可是我肯定可以让你江启臣选不上。好，我让你江启臣选不上，那你卢秀燕，你2028，卢秀燕有个记录哦，打了9场选战，没有一场输过。但是你交棒输了，那你2028会不会打掉？我想补一下，因为你的节目影响力很大哦，有一些错误资讯，我就要借此澄清。HPV 我因为这会有一个副作用，就是说陈佩琪或柯文哲他们讲说是从这个坐在马桶上面的状况。那首先第一个要澄清是说，由公共厕所的马桶感染的几率几乎没有。我不能讲100%，就是所有医生都出来讲说几乎没有。那为什么这一定要澄清？就是因为所有的公厕，大家怕接触感染的话，那就会造成清洁人员的困扰嘛。就这个公厕还是可以上厕所，投射不准，对，然后更脏，就出怪招嘛，蹲的时候就真的啦，没有。第二个我要特别提一下就是 HPV 也不要把它污名化了。就是 HPV 从2018年之后，我们开始国健署补助国中的女性都可以打，男生也可以的。你那时候女生打已经注射率90%了，那从今年9月开始，男生也都补助。那为什么 HPV 不是大家认为的什么性病而已 ？HPV 是很重要的致癌的因子，所以包含说肛门癌、口腔癌、头颈癌。都有可能会因为 HPV 造成。那如果现在普遍的医学，我们看所有的出来的受访，大概想法，当然性行为是一种，另外一种就是皮肤的伤口、黏膜、体液都有可能会感染啊。所以我觉得也不要去怀疑说什么柯文哲可能是怎么样，就是他也有可能这里面可能伤口跟可能同人不小心接触到都有可能。可是不要借这个机会要特别澄清一下，就是该打疫苗还是要去打，然后 HPV 不要把它污名化。那好，冠廷来问一下，为什么王一山出来？对。说他那个当时他不是被跟踪那件事，他为什么说是政治跟监？对，这事情因为我们算是从头到尾都有关心阿川啦这个东西我觉得非常有可能是台湾政治史上非常大的一个丑闻。这事情是这样在去年的时候，王一川在短短几个月内，那曾经被跟拍过2次。那第一次呢是媒体是上报这个独家，我觉得媒体跟拍天经地义，媒体本来就监督公众人物。那媒体后来呢，他们表达是说这个民众投诉然后呢他们就发现他闯红灯左转，这个那当时阿川也有致歉。过了几个月之后，到了去年年底的时候，有一天在右边这边图，徐巧芯在他的社群平台公布王一川
从早上到下午的所有的行程，然后也发现王一川有违规左转的情形。那针对违规左转，王一川当然就致歉嘛。可是那个时候我们大家几个朋友讨论，就觉得这件事情非常诡异，因为徐小新坚持说这是民众提供的，民众提供给他的。可是当天诡异的地方在哪里？早上9点多，王一川去桃园的台湾银行办业务。办完之后走出来，被拍到这一张大家说披头散发的照片，徐小新公布。王一川后来的行程是先回到他位于青埔的家中，洗了澡，睡了个午觉，过了1-2个小时，下午出门。后来在承德路，台北市承德路，徐小新公布了这第2张。如果今天是一个正常的民众，路上偶然看到王一川，我都不跟你讨论这个照片其实是那种大炮高画质的，很多人都分析了，我不讲。谁会早上跟王一川到他家之后，门口在那边等完之后跟他到台北承德路再拍？这就是跟监嘛，这绝对是跟监。好，那本来这跟监就想说，好，那个王一川他当然有权去告什么妨碍自由啊，然后等等很多罪嫌可以告嘛，恐吓啊，他就去提告了。他去报警了之后呢，后来这个案子我们后来才知道今年8月底的时候，桃园地检署侦结了，把这个案子来龙去脉。这个归纳的一清二楚，查得一清二楚，那也让这4个相关的犯嫌他们都不起诉。好，那这案子桃园地检署的调查结果如下：总共有4个人跟王一川，我要强调是4个人，4个人跟王一川租了相关的租赁车，跟了王一川足足9天的时间，从2024年的6月5号一路跟到6月13号，整整跟了9天的时间。这9天，4个人后来不起诉的最重要原因，整个不起诉书里写得非常清楚。这个4个人，他们声称他们是在媒体公司上班，而后来桃园地检署他们调查结果，这间所谓的媒体叫做凯斯国际。好，凯斯国际有什么？是谁？我先讲哦，其实，在凯斯国际这个事情出来之前，你网络上一查，哇，一堆新闻，大概2大新闻。第一个新闻，凯斯国际的负责人李丽娟曾经入主过《民报》，那现在又换人了。当年入主过《民报》，王一川被坑拍的时候，就是他入主《民报》的时候。入主《民报》派的法人代表是谁？张敬源，大家有没有觉得很耳熟？张敬源是谁？公益揭弊吹哨者协会跟黄国昌是共同创办人。张敬源是谁？黄国昌生涯打官司打不到5件，其中1件就是帮张敬源辩护。当时他跟这个银行的相关的官司，张敬源被派去当凯斯国际担任《民报》的法人代表，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凯斯国际投资什么？李丽娟当凯斯国际的负责人，同时也是求真民调当时的负责人。求真民调后来换了很多不同的负责人，但李丽娟是求真民调负责人。求真民调是谁？求真民调大家还记得吧？总统大选的时候，就是一家最准的民调，超准到炸掉。黄国昌、柯文哲所属的民众党给了他接近3000万，做了一堆民调，连后来要跟国民党侯友宜谈民调整合所派的民调代表，也是派求真民调的相关的同仁。所以求真民调大家有耳熟了吧？又张敬源，又求真民调。好，我们的问题如下：第一个，揭露这个案子的人叫徐小新，揭露王一川从台银到后来承德路相关影片的人叫徐小新，他到今天为止跟所有人都讲说，里面这些人他都不认识。我是真的接到民众提供的检举。来，大家用常理来想，我们在座这么多资深的媒体人，台湾媒体环境不好，你花了4个人租一台车跟了9天，要不要几10万？要。这个成本完的，如果你真的所谓的媒体公司，你是所谓的记者，你不自己报，变到徐小新拿到，这事情合理吗？完全，我今天问了非常多媒体朋友，没有一个人有合理的推估和合理的一个解释。我跟你讲，你不起诉的关键是因为你是媒体，结果这个案子不是媒体报的，是徐小新爆料的，这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黄国昌今天非常心虚。黄国昌今天在南部视察，被问到这个问题，王一川只问他一个问题。请问8月底桃检不起诉之后，黄国昌你有没有跟凯斯国际的人联络？有或没有？黄国昌不敢回答。黄国昌今天就把王一川说的是王羲之啊，你这个时候秀下限啊。今天黄国昌回应，你把那个形容词全部拿掉，
没有任何一点具体的一个回应。我跟大家讲这件事情知识体大，民进党的政治人物，当时王一川是民进党的政策会执行长，不管你是什么职务，你是台湾的政治人物，如果你被媒体监督，这天经地义。可如果今天是背后有个集团，而且背后是跟政治人物有办法影响或控制的团体，政治跟监你，五哥，这个是大忌，这个在台湾，在全世界都应该在政治上面被判死刑了。如果这样子通哦，五哥，如果这样通，我今天啊，我就去成立一间我声称叫媒体的公司，我请我朋友去成立完之后，每天比方说跟小平哥，然后跟那个我的竞争对手，跟我没有用，我跟植物人一样啊，没有啦，我是说，不是、啊，人家红灯左转也登嘛，就无论你违停也登嘛，就这事情是已经变成是无法无天了。那所以我觉得就是好好的这个事情不能让它沉下去，大家检视，就是大家认为今天这一间凯斯国际背后是不是单纯的媒体公司？还是其实凯斯国际背后是有人控制？我觉得这事情进一步还要把它查清楚。OK， 但是小平，你听到今天包括徐小新的回应，包括黄昌的回应，那或整件事情，刚才冠廷，尤其是王一川讲这件事情，他甚或用到是国内政治史上什么可能是最大丑闻，类似这样的词，你同意吗？王一川啊，这个案子啊，当然红灯左转不是红灯右转，红灯左转是很严重，比红灯直走还严重。他有认错了，有认错。OK， 对。然后呢，他有一点得了便宜还卖乖，就你没有拍到什么跟妹过夜或干嘛，就闯红灯还好，我觉得啦，这第一个啦。第二呢，他也就有了3分颜色也开染吧。他讲过什么话？他去年被拍2次嘛，10分钟之内闯红灯干嘛？他说招控，他说哈，他怒控遭中国制裁。这也是很夸大。然后我开始同情徐小新了。为什么？徐小新不是说一头雾水嘛？一头雾水接什么？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他就当和尚了。那徐小新，你要证明他干嘛？他为什么有料？他指使的，他钱汇款给那个一天一个人8000块啊，36人次，对不对？好，9天干嘛？你说要证明这行情我还懂，好不好？他们跟一天就8000，他拍到什么再加钱呢？看拍到什么？他嫌疑蛮大，他连行情都懂。因为我们老议员啊，就要去活到老学到老，什么都要去问，真的。我们不用很深，可是我们什么都要知道，对不对？不然就变成一个没有知识的人也当议员麻烦，对不对？老议员好，再回来。那今天呢，你要指控徐小新，逻辑推理什么都可以讲，要有证据，对吧？好。然后那黄国昌当然跟那个张敬源啊，跟那个求真的老板，当时那个李丽娟的女老板，我要特别强调哈，这个不能混淆，叫凯斯国际公司，不是凯沃国际哈，模特就不会更尖的哈。好，再拉回来哈。重点是你现在重点是打徐小新跟黄国昌，黄国昌还有一点边，至少你跟那个求真还好朋友，还吹哨张敬源吹哨者，跟徐小新真的没有关系耶。不要证据啊！有证据啊！来，这就是证据。这个照片是徐小新揭露的。徐小新跟大家到今天讲说是民众提供，这不符合常理。不，你跟他讲民众是谁没关系。其实王一川给他很宽厚的一个解释机会。你是 email 来的，人家打电话来的，服务处拿给你的，你到底怎么来跟大家解释一下这个东西？我们合理的推断嘛。徐小新你没有回答，就是怎样？凯斯国际聘人之后把他拿给你的嘛。徐小新是有道德感。跟我一样，我讲一个事情，这哪来的？不会这样讲。这个东西我们合理的推断嘛。徐小新你没有回答，就是怎样？凯斯国际聘人之后把他拿给你的嘛。徐小新是有道德感，跟我一样，我讲一个事情。这哪来的？不会这样讲。我们当议员、当立委，绝对不可能提供消息，被起诉都不可以提供消息来源。我就是这样的人。媒体人，你还记不记得洪龙柱打死人？中山联盟有没有？那有什么猪油仔说，然后那有一个夜店老板跟我检举，可他跟我检举的话，我就要讲出是他，我有消息来源，而且我在他办公室谈的。但当初讲好，就是他说他不能曝光，我就这样被起诉了。那后来一审判无罪，这就是道德良知。这你知道大家。就你不管你喜不喜欢钟小平，对我是有信任感的社会，这个很重要，这最有价值的。你刚刚说夜店老板这几个字可以播吗？啊，可以播。然后那会被限缩到不他夜店收这个钱，那个老板不爽，被收钱收太多，所以跟议员检举爆料，对吧？这过程，那我没有讲出夜店老板那个人的名字，我宁可被起诉哦。
我也不讲他名字哦，这个情操是伟大。那徐小新是不是跟我一样，绝对不能讲出消息来源？这件事，这就是当公职人员、立委跟市议员的基本的情操了。我觉得不，所以我小平哥，你当然有护徐小新的哈啊，徐小新呢，他就是护他一下，对我理解，就是说你现在的主论述是认为说，因为他要保护消息来源，所以不能提供。好，那这边可能僵住了。可是我回来，为什么这件事那么重要？因为黄国昌跟这一票人的关系非常的密切。我现在就要回到一个核心哦。今天如果是爆料，今天我揭弊，这东西当然我要保护的消息来源。今天的状况是有可能是跟政敌，我要跟大家讲，这个是背后是这样。揭弊是一件事，没有我先知道某某人哦，然后收多少汇款哦，然后他哪个工程污了多少钱，我揭露，然后我不告诉他消息来源，因为我怕对方被清算，这天经地义。可是今天有可能是因为对付政敌，我要强调这个点严重在，如果我们都可以养狗仔对付政敌，台湾以后永无宁日啊！所以我觉得徐小新他可以跟大家讲，比方说是就是比方说是一般的市民，然后怎么拿到的，怎么样？我觉得他可以不讲个人，可是他有义务要跟大家讲，因为这事情涉及到一间表面上讲说自己是媒体公司，可是背后这个集团都跟黄国昌关系如此近的状态，我觉得他是有义务讲清楚。第二个，黄国昌一定要回应求真民调，张敬源、李丽娟。这些人大家还不够跟黄国昌的关系吗？然后黄国昌今天可以这样笑王一川说王羲之什么就过来。最后一个我要讲，大家都以为王一川还是民进党的人有被害妄想症，我们讲中共不是乱讲的，王一川真的是被老公制裁的对象，被老公制裁的对象是台湾的法令、我们的警政跟国安单位会加强保护的对象。如果连一个被中共制裁的对象都可以这样子随随便被跟9天。我现在问你一个问题嘛，如果今天是被制裁只是拍他闯红灯，那制裁不是啊，太弱了。9天，对，现在没拍到好东西啊。但我要讲是说，这个事情，我认为他最后也有可能会上纲到国安层次的问题。如果连我们被中国制裁的对象是中国，有可能是要侵犯你的对象，然后在台湾都可以这样子被无法无天的乱跟一通。我觉得这个事情是要查的。好，那除了这件事情，在未来会不会还会再继续往下延烧？大家会观察这一块。但是任俊，可不可以问一下？好了，当柯文哲出来以后，包括民众党里面，像陈川他们不是讲说，这是刻意要把民众党里面搞成2个太阳，要刻意要做这些。他们真的有2个太阳了吗？包括今天媒体上，你看到有包括黄昌那个什么4个金钗啦，跟总是柯文哲当初也有一些他比较主义的人吧？是之间会产生一些矛盾或冲突吗？2年条款现在已经确定，反正就是往下这样走了吗？我先讲哦，就是说我从来不觉得民众党有2颗太阳啊，因为民众党就是柯文哲，好，也没有什么谁啊，你柯文哲不在，就总是要有一个人，这个小说叫话事人嘛，总是要有一个出来喊一喊啊，不然谁知道干嘛？那柯文哲一出来之后，所有的东西，当然所有依规都是回到柯文哲。我这个没有乱讲啊，因为很简单嘛，刚刚你特别提到2年条款嘛。当时民众党开这个党代表大会，对不对？那你党代表大会就是各个政党的最高权力机构嘛。那结果到最后2年条款要不要调整？其实会中最少有5个吧，在会前最少有收集了5个提案啊。也不是全部都说要赞成保留或者赞成废除，但是最后的结果就是全案没有在党代表大会里面处理，说什么留待柯文哲决定。所以民众党的大小事本来就都是由柯文哲来做决定，也不会有什么媒体说什么小事，什么黄国昌大事谁小事谁。对，那老实讲，大事小事熟悉柯文哲都知道，都是柯文哲的事啊。所以现在当然传出来就是说，民众党内是不是有所谓黄国昌的这个所谓4大金钗啊？那简单讲，就是说黄国昌他身边的人，包含什么办公室主任啊，或地方上面的这一些，是不是要布局到新北市去选议员？那其中是三芦地区，因为原先民众党在那边有推出一位李友仪嘛，那他本来在那里就有耕耘，那有传出来说，是不是黄国昌这个属意的人选也要往这个地方去选？那就是强蹦啊。那当然，相关人像李友仪，他被问到的时候，他就明白讲，就是说他就是以地方服务为主，因为他第一个上一次选举的时候，蓝营有礼让他，所以基本蓝白共推区哦，对嘛，就有礼让他嘛，那所以呢，他就讲，就是他第一个地方上面那个大家对他熟悉度也高，
那也没有因为说他没选上，所以呢他就那个地方就不再走。事实上他还是有参加地方，所以他讲的是比较保守啦，就是说那他还是以地方这边为准。那我们就回来看嘛，黄国昌你们不要讲黄国昌，民众党有多少实力是在地方上面可以推2席，然后我2席都上。因为之前上一次在市北区有过这样嘛，那结果也是落马嘛，落马之后基本上落马的就没有再跟民众党有太多的交集跟接触了，所以我觉得他其实回来看的是为什么会有黄国昌的4大金钗。我先讲我没有要任何污化，媒体是这样讲嘛但他其实凸显出来的是黄国昌为什么要有自己的人马，也就是他要有皇家班你要叫他什么冲家班也都 OK 就他需要有一个黄国昌的嫡系。而到目前为止，现在看起来是不是民众党内的这一些在台面上的政治人物，可能对黄国昌来讲不代表他的嫡系，因为这个很重要。你所有的政党，我们就讲民进党的发展好了，民进党的派系其实走的比国民党还要来得扎实，国民党从来没有派系的问题国民党每个人很多这个到了大头之后都顾自己嘛，所以黄国昌现在露出来就是说，因为他自己本身想要选新北，而如果想要选新北，没有地方上面的人帮着他冲，你永远只靠一个黄国昌。说实话，你新北市几个区，你能走多少次？所以我觉得这里面其实会暴露出来，回到了还是那个根本的问题，就你黄国昌今天，如果你想要派自己的子弟兵下去。党内是不是全盘接受，那就已经不是太阳的问题因为你可能在党中央觉得我自己是个党主席 ，OK， 可是地方上面来讲，我才是老大你说今天叫国民党党中央说，我今天指派任何一个人到各个区，你先问问到中正万华、钟小平同不同意嘛？那个地方是变成非常现实，在政治上面要那是已经是割肉，或者是把我的骨头拿去熬汤的这个状态之下，那今天突然有人，我基本讲，我觉得是民众党内有人刻意放出这个消息，就你黄国昌要部署自己的子弟兵，而且不管地方上面的反对跟反弹，那他其实连带回来的是，那这个选举是不是黄国昌自己本人说了算 ？OK， 我觉得那个对黄国昌来讲，未来会面临到的是党内的挑战了。范老师，请问一下，你怎么看国民党第一场那个党主席选举的那些辩论？尤其是馆长是提问人嘛，馆长提问国民党党主席的这些，那过程一定很精彩，对国民党的那些人，因为馆长他就是比较，就是他自己有自己的风格型，我也不知道国民党这些人在上面心里面一定是七上八下的这些对，我觉得昨天那场这个最劲爆的，当然就是卓博元勋闹场嘛，然后喊不要脸。就他没办法，他没有受邀啦。对啊。里面有4个位置嘛。张亚中做了一个嘛。然后在郑丽文嘛，还有这个罗志强嘛。然后朱立文是没有去嘛，他们放了一个那个郝龙斌那个郝龙斌没有去啊，人形立牌了。放了一个不是遗像，那个人形立牌嘛。结果那个我觉得很奇怪，我觉得制作单位应该说。就来都来了嘛，对不对？就把那个朱立文那个照片拿走，郝龙斌郝龙斌的照片拿走，我实在是太生气了，把郝龙斌的照片拿走嘛，对，然后就让卓博元去讲有什么关系？你都准备好了，那从彰化坐高铁上来啊，对，都到门口了。怕那个李汉忠又跑来了还有一个李汉忠，李汉忠都没认识好不好？他没缴钱，他没缴钱啊，没缴钱，对啊，我就觉得搞干嘛隔壁那么小鼻子小眼睛呢？对不对？你看，上礼拜6我在某台录节目，王一川带个咖啡忽然走进来，我们说你来干嘛？他说：“哎呀，这个我来上节目啊，就我们看装档就没他的名字啊。”他跑错了吗？他跑错了，结果呢？就制作人说来了就来了，来都来了，就坐吧。结果他就坐了半个小时，还讲了2题啊。那我讲说，你卓博元都来了嘛，这有什么关系呢？一是本党党员，又不是外人，就搞得那么难堪。那我觉得卓博元也是故意要去踢馆的。他就是因为。这个其实不是国民党办的，这是某电视台办的。那我觉得为什么郝龙斌不参加呢？郝龙斌，你作为党主席候选人，你应该把你的政见讲出来。这么好的这个机会嘛，对，而且他现在看起来他的声望也算是。提问人是刀斧手去会危险。你觉得馆长是刀斧手？当然是啊。郝龙斌就见过这个大风大浪，他还怕馆长吗？对不对？不过他选前讲一句话说，他绝对不会参选总统。对他就当一个什么推背人，对，他就是把人推上去。造后者了哈。
那但是我觉得讲郝龙斌，其实你不讲我们也知道嘛。你连基隆市立委都选不上，怎么选总统啊？拜托，他是当上，他是台北市长当完连任完还去选基隆，基隆蓝大于绿，对不对？结果他竟然还选输，所以我觉得当然不会选中，我们都相信不会啦。但是这个东西可能国民党必须怕有人就是在想选党主席又想选总统，他先把他的后路给断了。但是我就觉得啦，郝龙斌很可惜，因为你是要承担大任的人，大家想看看，你到底那个党主席你有没有新的一个突破嘛？好，那当然我们看到馆长在这个是发问者嘛，好，那馆长发的这个问，请馆长去当提问是某种程度看蓝白合。那因为馆长跟白鹰的关系比较好，所以等于你又不好直接叫白鹰的人来当提问人，所以请馆长来提问，某种程度也是象征另外一种蓝白合在国民党党主席里头有非常近白鹰的人来提问。是他提一个蓝白合没关系啊，对，蓝红合嘞，万一讲出来，那你叫他们那些郝龙斌怎么回答？不过馆长那天问了什么问题我不知道，他说蓝白合呢具体作为是什么？对。蓝白合要怎么做？你要怎么做？怎么做？这个问题，知易行难。还说我们白嫖几十年，对，说国民党白嫖了几十年，国民党白嫖了。那我直接问将军好了，将军，请问一下，你不觉得对国民党的那个党主席候选人是一回事？国民党的支持者对于馆长提问这些，他们会怎么看？其实馆长他在他自己的直播还讲一题，后来我在听没有听出来啊。他说：“国民党，你们这没出息的，叫你们说你们是中国人这么难吗？”他在他的直播里说了，但是他在提问的时候是录影的嘛，就没有说这一点。我觉得国民党的支持者很了解一件事，你是中国人还是台湾人都不重要，你的认同是中华民国，所以馆长应该问说，中国国民党，你们的一个中国是指中华民国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才叫犀利嘛！你问他是不是中国人，我还地球人呢。对我讲他问的问题不犀利，而且也不精准。他说你是不是中国人？我想嘛，台湾人绝大多数的人，我是中国人，台湾人。那有一些人说我不是中国人，国民党里面很多党员他真不是中国人，他是印尼的，他是这个马来西亚的。国民党我当主委，里面有一堆就是新住民，他真的不是中国人。他是东南亚的国家或者其他甚至美国的我的党员们还有一个美国人变台湾人，所以说你要问是不是中国人，这问国民党这不精准，你应该问说你心目中的中国是中华民国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才犀利啊！他不敢问，因为问了他去蒙古就回不来了。那另外我讲，他还问了说蓝白要怎么合，其实这个讲到其实张亚中有了一个答案，我觉得那天听到张亚中讲个答案，对，如果国民党你们想重返执政，你是把你的希望全部寄在民众党的身上，这个政党没出息。你应该是自己要先强起来，我国民党要强起来。那你如何让国民党强起来呢？你的两岸政策要明定。国民党为什么每一次总统大选都选不赢？你的两岸政策暧昧模糊，而且呢没有突破，你不敢讲真正的两岸政策，国民党讲不出来。我跟你讲，国民党的所有的这个党员，甚至是说从众人，他都知道国民党的总统大选输在哪，没人敢讲。但将军，如果照目前的国民党党主席所讲出来的话，我就算在下一次2028，我一样两岸政策或什么，像您刚刚讲的，就算我模糊，就算我什么，我只要蓝白合就好了。对。我只要蓝白合就6大于4嘛，这个逻辑数学就这样往下走就好了。这就是张亚中教授讲的。他说，如果你把能够重返执政寄望在蓝白合的白，因为国民党没有年轻支持者，而民众党有，你只要把民众党拉进来，这些人就跟得进来，是这样吗？他们现在的思维不是这样吗？对，如果两岸政策不正确，60就会往下减，他40往上升，怪不得他被讨厌，怪不得他被讨厌，因为国民党敢这样讲的不多了。如果中华民国派的话站稳的话，那60就在两岸不容易动。所以我就讲，只剩柯文哲选不选总统这一条，这就很不公平的地方。小平哥这样讲，他可以这什么方舟计划回来，这同舟计划回来，我这样讲就被赶出去。我们两个论述一模一样啊，一个中国就是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一个中国的问题，在国民党你要这样讲，他后面搞个9·2共识搞模糊，那你如果这个东西继续模糊下去，支持民众党的那些年轻人会来支持你吗？不会啦，绝对不会啦。除非像罗志强讲说什么二轮哈，第一轮选完再2轮也一样，
2轮这群人，我宁可不出来投，我也不会支持你。而且那个2轮要修宪那很麻烦，所以我说张亚中讲出了，民进党打死不要2轮就保证赖清德落选啊，第2轮投票也不见得，我想这也不见得。那个虽然我哥说这很没讨论意义，但马拍子我回答1分钟。我跟你讲，你们国民党真的提了。如果我们真的说服，像我个人是支持的，如果说服我们党内的这些朋友们，如果真的就过了2轮，蓝白合就结束了，一定结束了。就游戏规则是，前2名才可以 final 战。对啊，请问蓝跟白会不会竭尽所能的把对方杀死？竭尽所能打赖清德抢第2名？不会。我跟你讲为什么？因为总统、副总统，不，你想哦，那个如果是卢秀燕加赵少康一组，柯文哲加黄珊珊一组，假如，然后假如赖清德加萧美琴一组，就这3组的第1轮打会怎么状况？蓝跟白已经杀到见血，然后好举例，国民党终于把柯文哲杀死了，然后终于到了第2名，然后最后大战的时候突然讲来啦，白的支持我啦。蓝跟白已经杀到见血，然后好举例，国民党终于把柯文哲杀死了，然后终于到了第2名，然后最后大战的时候突然讲来啦，白的支持我啦，然后蓝白我都当总统副总统，打断骨头连着筋，不会，这2个再杀到那刀到剑，我还是反台独。我跟你讲，一票都不会跑。我跟你讲，我举个例子啦，国民党在中国为什么在跟日本抗战结束之后丢掉大片江山？累了，真的累了。他打赢了，最后老共就讲说，中国人别再打中国人了。你看，就是蒋介石害，所以蒋介石被逼的下野嘛，就把交出位置，然后整个半面江山都没有了。你国民党如果2028你打算打2个回合，第2个回合我告诉你，你不累，民众党的人都累了。所以我说千万不要做这种奇怪的幻想。重点张亚中这点我倒认同，你先要自己强起来，民众党的支持者觉得你的论述、你的方向对，他才会靠过来。OK， 国民党要强，他比的不是说谁加谁大于谁，而是你的论述跟你的方向，你要感动那些本来不属于你的支持者，把他吸过来，这才是一个政党的志气嘛。所以张亚中说，不要老是都没有出息，老是把蓝白合变成你唯一重返执政的胜利方程式。你的方向要怎么讲怎么做，那至于张亚中党的方向，不见得可以感动人，可至少他敢说。但是问题是，张亚中这个唯一有志气的、唯一不舔白的人，他是支持一个中国，而那个中国是就是对岸的中国。对，所以所以张亚中讲的时候，我讲他的方向我不见得认同，可是他这个理念，就是国民党你要先强起来，你要先争取的是2300万人的支持。而不是争取14亿人的支持。张亚中选的如果是那个邱海棠的大总统，可以好好选。你选的是台湾的，你选的是2300万人。先讲到台湾金马，没讲到土方挖地。对，所以我讲张亚中他的方向，他讲的政策是对的，可是他的两岸的方向是不对的。所以我说国民党清醒的人不会搞政策。会搞政策的人不清醒，所以你说这怎么办嘛？这国民党到目前为止满脑子就是我要赢，就是蓝白合，蓝白不合就输定了，这叫做没有志气，而且呢方向也错误。国内整个现在政治的重心在立法院，大家都承认，因为上个礼拜5、9月19号正式开议，开议以后大家就明天是礼拜2嘛，5·2一次会，然后所有这些很多一些法案大家关注，然后是不是从这一次的会议开始以后？大家开始都总是像民进党要想尽办法要止跌嘛，从726到823，对国民党蓝白之间是怎么样？希望能够乘胜追击，把蓝白的气氛再一路往下。所以刚才才会大家讨论起国民党党主席选举，感觉上好像在选联盟盟主一样，就是到底为什么？因为都要去支持柯文哲，他会变成是这个样子。但是现在看起来同时出现，那在未来呢？2026时间很快就要到了，再来2028。冠廷先问一下，今天我看到那个赖总统在新闻上面讲的非常开心，讲到什么税啊，然后讲说有大概50%的人啊，什么收入如果多少根本就不要交税，所以你们是希望用这样，当然赵少康有提，是赵少康吗？他有直接提出开放陆客来，对，没有赵少康的意思是说，你看你们就是用这样的方式，就只是要去讨好那些年轻人，然后根本就不管整个国家未来怎么样。可是现在看起来的话，民进党总是要告诉老百姓，你们在做一些什么？对，太好了。就是如果国民党这样子回应，代表我们做对了。为什么？因为这个事情，如果对方不是骂，不是说不能做，而是讲说，哎呀，你们为了讨好谁，那就证明这个事情是得政。我先讲，如果是在2025年的9月份说我们为了2026年的11月的选举，
也太早了吧？不是，那这样我什么时候不用施政啊？现在已经是在2次选举的算很中间的，已经我们离上次总统大选这个一年多，然后我们离那个下一次的选举也1年多，这算在中间吧？怎么会在这个时候说为了选举？如果他逻辑对，我先讲为了选举是不对的，因为这个时间点如果都还为了选举，那不用做施政了。好，这第一点。第二点，我回来提一下减税这当然对年轻人是非常有感。今天这个讯息出来的时候，这我办公室几个同仁，比较出街的同仁，他们是直接在群组中丢说，议员，我这样我明年就不用缴税了，是发自内心的开心，因为这样算起来，1个月5万以内的年轻人是都不用缴税的。我们稍微去整理了一下如果在2011年马英九执政时期，月薪大概是22K 要缴税，就是2万2的薪水要缴税。那2018年前总统蔡英文时期呢，降为大概是你1个月赚到3万4才要缴税。明年赖清德的策略是变成5万块才要缴税，这当然有感，因为我们现在的状况是，大部分的税收来自于前面1%，然后2%非常赚钱的企业跟公司，就挹注了大量我们的国库的收支。所以其实我们在台湾的后一半，就是尤其比较多年轻人，然后比较多薪资没有这么高的人，他每差个几千块对他来讲影响都很大，可是对国户差别不会这么大。这样子一算起来，大概40%的人他就不用缴税，这当然有感了哈。但我也必须讲一下，这个都要换个逻辑想。我在网上看啊，各方面的这个风向啊，然后大家的回馈，我认为都是好的。可是现在就有一种说法，还是很多人说不要，请发现金给我。不是啦，这要换个角度想。比方说，我其中有个同仁就算给我看，他去年缴3000块薪水，我的办公室同仁。但你的逻辑是发现金，那怎样？就是先缴3000，再给你领3000吗？那其实不用缴税或少缴税，其实就是发钱的意思啦，就是让他可以缴税的额度可以变低。我觉得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部分就是也有人开始讲说啊，那你们这几年电价都一直涨啊，然后你们减了税去涨个电价，我这个也借机讲一下其实台湾20年来用电在330度以下，是20年来都没有涨。20年来330度以下没有涨。那台湾的平均用电量在多少？在300度。所以等于说，我们大概有一半的民众，他的用电其实过去是都没有涨的。我认为这绝对得正。这第二点我要讲。第三点我要讲他讲的方式。我今天看到国民党因为批评到不知道这一题可以批评什么。赵少康批说讨好年轻人，那我不认的，对年轻人赞。第二个，有人说赖清德好不正式在一个庙前面民众在那边宣布，后面也没有简报，也没有像什么正式的记者会。我觉得这才反而是对的。5个，以前我们的政策都怎么宣布？行政院，然后开一个记者会，一排坐，然后跟大家讲我们要推一个什么政策，还是说总统府要公布一个什么政策？可是其实今天是下乡走到民众的面前，由总统直接带头跟大家沟通我们的施政。我认为不仅总统要做，院长也要做，部长也要做，这是好事。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赞的哈，好，很好。OK，这边会讲。事实上，我对于税这个东西，我有一点点提醒或者是一点看法。当然，年轻人赚的没有那么多，我觉得5万以下免税是 OK。可是你要防一件事，就是说你会变成很多的，比如说财团的，我以前有写过公益信托的，他们事实上那样子等级的人是有非常多的方法是可以避税的。比如说就成立了公益信托，1000亿、2000亿就落了，但你有没有做公益？你没有做公益，那本来应该要缴的税就没有了，就丢去那里了。所以现在变成真正高所得的。或者是说你买股票，你股利也不是不用放在做回税里面啊，所以你会变成形成一个状况什么吗？真的你可能会真正课到税是年薪大概200-300万到1000万里面，因为跑不掉，像我们这种可能都跑不掉。5个应该也不太好跑，但是你如果是那种怎么好几亿。10几亿、20亿财团，资本不到他税了，对不对？我已经讲了大概10年，已经快迈进11年的公益信托，它就一个很大的一个洞在那里啊。那有没有人要修法？也没有啊。所以你这样子当然是会让有一些有那个3-5万的年轻人很开心。可是你不去解决这整个这样的问题的话，其实我觉得你会让台湾又变成。富者越有钱，然后呢？但是你那些还有一个东西，其实台湾年轻人的贫穷是非常严重的问题。你会发现这2年台湾的年轻人18岁以下的犯罪率非常高，而且犯的罪现在
光新竹就发生了好几起抢钱或者什么，他们也不是可以受到这个政策的帮忙的人。所以我觉得怎么样让就台湾过去这几年，不知道是产业的发展失衡，还是说有一群人，就当然高科技产业，我自己是台积电股东，我也觉得很开心。可是你很多传产没有，或者是说你技职学校没有。然后或者是那一些本来以前可能可以去做一些比较制造业工作的人，这些没有工作之后，那他们人生怎么办 ？OK， 那我补充一点哈，其实大家一直想到年轻人这个族群，有一个族群他的年收入可能破200万，可是我告诉你他很辛苦，他家里有一个年长的、身障的需要他照顾，付出很多的。那我很乐见这一次看到了218万以下，免税，我3代同堂，家里有一个70岁以上身障照顾者。我想这些人哈，因为我服务接获到很多这样，他说将军，我们家其实赚的不少，可是我告诉你，我一个长辈他花的更多，对啊，他花的更多。我觉得这一点是有在听民意啦，那当然我希望政府能够听更多一点。就刚慧珍讲，我觉得都要考虑进去，要让那个贫富不要课得到税的人都是刚好到那个级距，对，然后那个赚很多的反而课不到，就讨不。对，我觉得要听更多。但任俊，大家各自阵营里面，像刚才冠廷讲说，好，赖总要用这样的方式想办法找回支持的一些群众。蓝白阵营，尤其是蓝营，是看起来，因为那时候过程还记得吗？就是年金的这一部分，那个时候在罢免的那个过程，这也是他们主诉求的一些啊。而这个主诉求在这一次的开议的这个会期里面，显然对于傅昆萁他们来讲是个重点哦。我先讲，我觉得用减少税收的这件事情是一个冒险啊，因为政府的财政收入有很大一块是来自于税收，你现在把这边减了，那你的税收会减少多少？你这个以后一定要面对。再来就是说，大家觉得月薪5万块可以往下减，我讲几个数字就好了啊，这个网络上可以查一下。1月份的时候，主计总处说，我们现在每月薪资平均数是在64872，这是把所有东西全部加起来。经常性的薪资平均是49695，这叫做平均经常性。就我按照你知道我们薪资中位数在39000啊，结果我现在拉到说5万块这一块不要，你知道难道只有年轻人是符合不用缴税吗？我刚查了一下，你知道40到49岁的薪资中位数也是4万多块钱啊。所以你会不会导致有一些人其实他会觉得我之所以不用缴税，是因为我的薪水根本就这么低啦？对啊。难道只有年轻人是符合不用缴税吗？我刚查了一下，你知道40到49岁的薪资中位数也是4万多块钱啊。所以你会不会导致有一些人其实他会觉得我之所以不用缴税，是因为我的薪水根本就这么低啦？对啊。所以我就说，当你今天推出一个，就是说我免缴，我这边不要缴税，我就讲啊，政府很大的财源是来自于税收，那你以后怎么补 ？OK， 我觉得这是问题啊。第二个，你刚刚提到说这个年金改革哦，事实上这个东西就跟蓝白是有关系的。当国民党喊出来讲说做了最坏的打算，就是我可能只赢一票。那就代表是我为什么一定要跟你白合作嘛？从去年立法院院长选举的时候，民众党也是推自己的啊，国民党一样推的人是当选的啊。民众党要6000，国民党要发1万，到最后国民党版本还不是也过？那你这一次年金改革其实是一样的意思嘛？我就算你民众党你们决定你不支持我，国民党最后比人数讲白一点，把江启臣拉下来，再不能把那个韩国瑜一起弄下来投票，我就硬要给你过，我一样赢嘛。所以还记得我那一天讲的话吧？你说了，大罢免完了之后，蓝白说这个翻脸啊，倒数计时，不是国民党为什么没事会跟你讲这一票？他没有试图想要再去争取民众党的支持我啦。所以我跟你讲，你说今天蓝白合还能够走多久？我真的觉得不要把党主席选举那种公关话拿出来说啊。为什么？因为很简单嘛。你对于民众党来讲，当他看到国民党党主席选举，一个内部的选举，有人在外面大喊不要脸，然后大喊说你这个不公平，然后讲里面几个装作没听见，然后继续。你知道我立刻听到民众党就怎么看他们的国民党自己搞自己人都搞成这样了，怎么可能跟我公平？大家一起来礼让我多少？这怎么可能？你说罗志强讲的是看起来是最 safe， 我在想他应该看到震传媒民调啦，
因为那个民调里面发现，民众党党员最希望谁能够当选国民党党主席，那个叫罗志强，他获得的比例最高。可是罗志强讲的那个，我要建立党对党的机制，不等于废话。你党跟党之间当然要机制啊。郑丽文讲的比较直接，我国民党哦，县市首长哦，我今天要争取连任，我们一定先推。至于不是我们这个担任县市首长的我们就大家来。那当然了你现在你那个地方叫监会选区嘛，你国民党都不见得有人要去选嘞。第三个就张亚中讲的比较持平嘛，所以人家会去推崇他。所以我就讲如果国民党的立院党团被视之为是蓝白合作里面一个很高度的指标，但是连党团都出来讲说，我就做好准备了，我就只差一票。那代表什么？你民众党反而要回来思考的是，当国民党利用你利用完了，你今天大罢免，大家来推完了之后，我国民党不见得一定要支持你民众党的版本。那你如何？现在去奢望2028，不觉得太早了吗？2026才是高度的指标嘛。如果今天2026你要谈这种所谓合作，国民党都跟你讲，我既有的我都不让的时候，那你今天民众党，你知道民众党现在推4个县市，最少他有人的你说新北，然后还有宜兰，然后还有彰化，还有新竹嘛，但问题是你扣掉新竹那剩下3个跟国民党现存的既有的政治利益是冲突的，我就讲郑丽文的那个说法。我们没有要让的OK， 那你说后面蓝白还要怎么谈合作下去嘛？那范老师，对，我想问一下，川普跟习近平通电话，2个小时没有提到台湾，这个现象说明了什么？我觉得对台湾是好因为我们知道，在过去中国跟美国谈问题，一定会把台湾问题拉进来，来作为跟美国讨价还价的一个筹码。可是川普上台之后，他做了一个史无前例的事情，就是你中国跟我谈，我只谈中美关系，不要把台湾扯进来。那我觉得这对台湾来当然是好嘛，就台美关系跟中美关系变成泾渭分明了。那后来到了拜登上台也是如此嘛，所以我觉得不谈很好台湾不会成为很多人说是美国的棋子被美国的跟中国交换的这个筹码会被美国出卖啦。我觉得这样我认为习近平很想谈，他想跟川普谈台湾问题。特别是你最近这个 AIT 还讲台湾前途这个未定论，还说什么开罗宣言、波斯台宣言是没有效果的。美国国务院这样讲台湾前途未定论什么意思？就是台湾主权未定，台湾主权并没有归给当时中华民国包含旧金山合约没有签署，后来的中日合约也没有谈到。那中国是说我是继承中华民国嘛，所以如果台湾是归中华民国，那台湾就归中华人民共和国啦，因为我有继承权嘛。可是美国是把这个打断了，就是釜底抽薪了。台湾就是不属于当时的中国，也不属于现在的中国。那我要讲刚才这个惠珍说他说他叫讲他国内的叫柯文哲应该去选台中就可以跟国民党交换嘛。你认为柯文哲真的希望黄国昌选新北吗？我看未必所以他不会选台中。因为你看黄国昌到现在为止，从上个柯文哲出来2个多礼拜了，他们2个人有并肩而行吗？完全没有。惠珍说他说他叫讲他国内的叫柯文哲应该去选台中就可以跟国民党交换嘛。你认为柯文哲真的希望黄国昌选新北吗？我看未必所以他不会选台中。因为你看黄国昌到现在为止，从上个柯文哲出来2个多礼拜了，他们2个人有并肩而行吗？完全没有。上个礼拜开庭看黄国昌是先走出来，柯文哲在背后跟小草握手。黄国昌你是现任党主席你应该站在他后面也一起握吗？没有，黄国昌走自己的。而且我看他们2个到现在为止没有四目交汇。柯文哲有没有在讲话当中提到黄国昌一个字都没有？所以我认为他们现在民众党内部，我觉得茶壶里的风暴正在兴起。因此我觉得从蓝白合，我觉得刚刚讲过，光是一个民众党想修这个刑事诉讼法，对不对？就是有关于羁押的，国民党不愿意国民党不要羁押犯，要吃3宝饭不愿意嘛。那同样的，柯文好冷你会觉得你现在我们平常对你的感受？对那你感受一下什么叫冷什么叫冷？你知道我们来到你们大家有顾到主持人的感受？我们来到穿棉袄只要有小平在。那另外
国民党想要那个年金恢复2017年的版本，他们说不要嘛。所以我觉得蓝白合已经实质上就要面临的即将就是对冲对立，所以我觉得蓝白合我是看不到希望。OK， 但是将军还记得美国那时候从阿富汗那个撤兵那一次吗？跟逃难一样。对美国来讲，对那时候真的撤得灰头土脸的。大家讲说美国从那以后大概也不会再介入其他国家的战争啊，或什么什么的。但川普为什么这时候说他要夺回阿富汗的那个基地？川普讲的话，大家如果觉得这次对于阿富汗这个叫做巴格拉姆空军基地，哇，这个很大哦，这个是非常大，它的跑道应该是中东最长的哦。大家觉得说哇，川普是不是疯了？大家想想看，川普在今年的1月份讲过什么？我要把格陵兰，对不对？要把这个巴拿马运河，还要把加拿大变成美国的一部分。所以你如果按照川普的讲法，你就会发现他讲这个。你不会觉得很离谱了，那但是呢，他讲这个绝对有战略意涵，就这个地方，它的有双重功能。第一个可以对于阿富汗内部的状况来做一个控制，另外一个他讲的我到现在还讲不透。他说从这个巴格拉姆空军基地到中国的罗布泊核子试爆场，他说那个只要1个小时，1个小时。1个小时，我想开车绝对不可能，因为2000公里，从这个地方到达中国的这个罗布泊的核子试爆场2000公里，那我想他应该坐飞机。后来我去问了一下空军的朋友，他说飞机啊，客机1小时800到1000公里。我说那川普会不会是超音速？他说要2马赫，要2倍音速的这个军用飞机才可以从巴拉格姆空军基地飞到罗布泊。所以那你就知道。这个川普讲这些话两个用意，第一个，我要对于拜登当时败家之权逃离阿富汗，我再酸你一下。但我们对内部柯文哲会骂赖清德，那你认为川普不会酸一下拜登吗？对他一定酸拜登，说你看前朝政府这么软弱，当时跟逃难一样，我要想尽办法把这个空军基地拿回来。那至于拿不拿得回来，各位，格陵兰他怎么做的？巴拿马运河他怎么做的？加拿大他怎么做的？没有差嘛，讲了这么多地方，不差这里。但是呢，你要知道，如果要把这个空军基地拿回来，那等同再次向阿富汗出兵了。是啊，那塔利班也不是吃素的。是啊，那塔利班心想，那你说拿就拿，我不要。那川普就讲了话，他就不再提了。所以可能在问他，川普说，那个总统，我想请问一下，那1小时的车程，那是什么车？他也不再打了。他讲过就讲过了。他就马上就跟这个别的地方开另外一个战场，跟习近平可能要会谈。OK， 所以刚才主持人讲到说，川普跟习近平会谈中没有讲到台湾，大家觉得会不会很奇怪？我觉得非常奇怪。当然，川普可以不谈，但是习近平怎么不说？这是不是两个人在会谈之前幕僚先前做了一个默契？就是今天我们可以谈别的，可以谈贸易战，可以谈有关于这个俄乌战争。可以谈有关中东的事情 ，OK， 别谈台湾 ，OK。所以我觉得川普不谈 ，OK， 习近平不讲，就表示着先做了这个很深层的一个协调，不要说了，下次就不要谈。OK， 在国际政治之间的尔虞我诈，川普跟习近平好，不管怎么谈，那我们永远是戒慎恐惧的在看待他们2个人之间谈到所有这些。那但除了这个以外，对国内政治来讲的话，当柯前主席北检到底会不会抗告，看起来还剩下4天左右的时间。4天以后如果没有抗告，会是什么样一个场景？如果抗告又会是怎么样？当然，对陈佩琪女士所发的一些文章，显然引起大家非常大一些关注。未来会怎么样？我们大家拭目以待。非常谢谢现场所有来宾，也非常谢谢观众您的收看，兄弟们，我们明天见，拜拜。